上一期老馬剛把這支法國吹了個底兒掉，瑞典今晚要面對的是這屆世界杯所有人都不想碰的那支队，前头站着一个世界杯已经轰进16个球的姆巴佩。话音还没落地，这场球就開踢了。90分鐘踢完，比分牌上法國3-0，瑞典零蛋。那個被全世界躲着走的怪獸，今晚一點沒裝樣子。光姆巴佩一個人就梅開2度，一場球自己進了倆，把世界杯生涯的進球從16個一口氣幹到了18個。這是個啥概念？整個世界杯快100年，進球比他還多的，從今晚起，全世界就剩一個人了。梅西19個，他倆之間就差一個球。上一期吹的那頭怪獸，今晚一分不少的兌現了。而姆巴佩那把世界杯歷史第一射手的椅子，今晚他一步就邁到了門口。這一場到底怎麼踢的？那倆球怎麼進的？他離梅西還差的那一個，又意味着啥？老馬從頭給你捋。老實說，這一場球就是法國從頭到尾摁着瑞典打。可你要說瑞典是來送人頭，一點脾氣沒有的，那也不對。上半場他們逮着2回機會，差一點就把比分扳平了。只是這樣的機會，全場也就那麼2-3下，稍縱即逝。剩下的時間全是法國在敲瑞典的門。上半場剛踢一半，數據就拉開的離譜。控球法國71%，瑞典連3成都不到。射門法國9腳，瑞典2腳。你就想象這麼個畫面，一個人堵着另一個人家門口，一腳接一腳的踹門，裡頭那位只能拿身子死死頂着門板。瑞典今晚就這麼踢的，後場拉了8個人，齊刷刷站成一道牆，就指望把法國擋在門外，擋1分鐘是1分鐘。法國這邊花活一個接一個，姆巴佩其實早就有一個球捅進網裡了，結果邊裁旗子一舉，越位不算。越位是啥？老馬給頭回看球的朋友說一句，進攻的時候你比對方最後一個後衛還靠近球門，搶跑了，這球就不作數。姆巴佩這一下白進，緊跟着奧利賽法國那個專門給人餵球的一記倒鈎，球咣的砸在門柱上彈了出來，差一點就是個倒掛金鈎的世界波。可瑞典也不是全程挨打，上半場有那麼2下真把法國驚出一身冷汗。一次是他們的箭頭前鋒約格雷斯接了個恰到好處的傳球，掄起來就是一腳，直奔球門底角。好在法國門將麥尼昂反應神了，穩穩給撲了下來。還有一次更凶，快到半場，瑞典右路一記傳中甩進禁區，後點約克雷斯都伸腿要捅進空門了。說是那時快，法國後衛孔德一個箭步搶先把球給捅了出去，就差這麼一哆嗦，比分差點就成了1-1。法國就這麼敲啊敲，敲到第45分鐘，上半場最後一下門開了，一個角球，球在禁區裡倒騰了2下，到了姆巴佩腳底下，他往裡一切，晃過一個人，腳腕子輕輕一兜，球畫着弧線鑽進了遠角，1-0。踩着半場結束的哨音，法國領先着進了休息室。到這兒你就看明白了，瑞典不是不努力，是真頂不住。而下半場這道閘才徹底拉開，中場歇完回來，法國壓根沒有要鬆口的意思。第53分鐘，又是奧利賽做球，一腳妙傳找到了巴爾科拉。巴爾科拉是誰？老馬上一期專門點過名，他是法國替補席上那一票人裡的一個。這位接球不慌不忙，腳一兜，球又是畫着弧線進了球門左上角，2-0。你以為這就完了？還沒。第74分鐘，奧利賽又來了，這回更花，一記後腳跟磕球，球不偏不倚磕到了姆巴佩跟前，姆巴佩還客氣啥，抬腳就捅，3-0。這是他今晚的第2個球，梅開2度。最讓老馬咂舌的是後頭這段都3-0了，按理說該收着踢，保存體力，給下一場養精蓄銳了吧？法國沒有，他們還在往前壓，還在搶着進球。整場踢完，法國一共射了23腳門，瑞典呢4腳，23-4，都贏成這樣了，法國還在拼了命的往裡灌，這股不留情面的勁兒才最唬人。情理一減，比分怎麼來的？咱說清了。可這場球真正的分量不在這3個球本身，在踢進其中2球的那個人身上。上一期老馬講過，姆巴佩踢這場之前，世界杯生涯一共進了16個球，這16個是啥分量？他追平了一位德國老前輩克洛澤。克洛澤踢了整整4屆世界杯，才攢下這16個，是過去很多年裡世界杯進球第2多的人。而姆巴佩才踢了2屆半就追平了。今晚這2腳一進，姆巴佩的數字變成了18，這一下他把克洛澤甩在了身後。從今往後，世界杯快100年的歷史裡，進球比姆巴佩還多的，全世界就剩一個人，梅西19個，
18对19，就差1个球。你再品品这俩人的岁数，梅西38-9了，这10有8-9是他最後一屆世界杯，进一個少一個。姆巴佩呢，今年27，正當打。上一期老馬說世界杯歷史第一射手那把椅子，幾乎寫好了姆巴佩的名字，跟那兒等他來坐。今晚這兩腳等於他朝那把椅子又狠狠邁了一大步，就差梅西手裡攥着的那一個球了。今晚還順手破了個記錄，世界杯分2段，前頭小組賽，後頭是淘汰賽，就是輸了就回家那種生死戰。姆巴佩這倆球進完，他在淘汰賽裡的世界杯進球攢到了9個，這是世界杯歷史上淘汰賽進球最多的人。前頭那些大牌前輩全被他超了，越是硬仗他越來勁，這種球員最可怕。哦對，還有一比，就這一屆世界杯，光算今年這一屆的進球，姆巴佩現在6個，正好跟梅西打平，倆人並列這一屆的射手榜頭名。一個生涯的記錄在追，一屆的金靴也在搶。姆巴佩這是把2條線一塊挑上。嘮到這兒插一句，愛聽老馬這麼把一個球星掰開揉碎了講的，動動手指點個訂閱，關注第一次看球，往後每一場硬仗，每一個里程碑，老馬都這麼從頭給你說的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今晚就算姆巴佩1個球沒進，這場法國照樣贏。為啥？因為他再強，擱這支法國隊裡也不過是一個零件。你回頭看看今晚這3個球是怎麼來的。姆巴佩第2個球誰餵的？奧利賽。巴爾科拉那個球又是誰餵的？還是奧利賽。一個人1場球2次助攻，這個奧利賽擱別的國家隊是當核心供着的主。到了法國，他甘心給前頭人做球。再說進球的巴爾科拉，替補席上的還有一直坐鎮的登貝萊，這位可不簡單。去年剛拿了金球獎，金球獎就是每年評出來的全世界踢得最好的那個人。這麼一尊大神，在法國隊裡得給姆巴佩打下手，當2號位。上一期老馬說過一句話，法國的替補席上隨便拎一個人出來，擱絕大多數國家隊都是雷打不動的主力。今晚這場球等於把這句話當着全世界的面演了一遍。餵球的、補刀的、壓陣的，換着花樣上，你防得過來嗎？防不過來，這還只是前場，後頭中場的硬骨頭，後防的頂級中衛，加上歐洲數1數2的門將，一個位置都不帶露怯的。還有那個站在場邊的老帥德尚，這是他在法國隊的最後一屆世界杯了，打完就退，一支從頭到腳挑不出短板的隊，加一個想站好最後一班崗的功勳老帥，全隊憋着一股勁兒。這種隊最難纏，摁着人家23-4地打。老馬也得回過頭給瑞典說句公道話，這支瑞典能站在今晚這塊場地上，本身就已經是超額完成任務了。預選賽那個小組，他們6場1場沒贏，墊底差點連世界杯都沒摸着邊兒。後來撿了張附加賽的門票，又是最後時刻一記絕殺，才把世界杯的門票從牙縫裡摳了出來，進了世界杯。小組賽又踢得跌跌撞撞，壓着最佳第3名那條線，才擠進這32強淘汰賽。就這麼一支底子的隊，今晚還缺着人，一個主力中後衛受傷報銷，一個挺重要的邊路球員壓根兒沒進名單，缺胳膊少腿兒，又一頭撞了全世界最不想碰的法國，能輸的不崩盤，90分鐘那黃牌沒吃，把場面穩穩控住。瑞典這幫人今晚盡力了，這就是世界杯有人封神的同一個晚上，總得有人體面的謝幕。那法國這頭封完神，往後的路又通向哪兒？贏了今晚，法國就進了16強。下一關的對手是巴拉圭，那支剛剛靠點球大戰把德國都給淘汰掉的黑馬。法國想往前走，先得過這一關。再往後看，事兒就有意思了。世界杯打到淘汰賽就是一張大表，分上下2半邊，各打各的，最後兩邊的頭名決賽會師。法國在上半邊，這條線上最大的攔路虎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，這倆強隊湊巧分在了挨着的位置。下一輪只能活一個，誰活下來，誰就很可能在半決賽等着法國。那梅西的阿根廷在哪兒呢？在下半邊，這就意味着法國跟阿根廷整個淘汰賽碰不上，除非兩邊都一路贏到底，在決賽見。你品品這個劇本，法國對阿根廷，姆巴佩對梅西，決賽見。這不就是2022年那場決賽的原樣重演嗎？4年前那場正是姆巴佩戴帽，法國最後點球惜敗的那一場。眼下這倆人還在世界杯進球榜上你追我趕，一個18，一個19。要真能在決賽再撞上，那就是足球能給你端上來的最頂的一道大菜。行了，話嘮到這兒，最後這個問題，老馬想聽聽你的。你覺得今晚這支法國往後還有誰攔得住啊？姆巴佩這一屆追的平梅西那19個球嗎？
是他反超，還是梅西自己再往前蹿一蹿？評論區告訴老馬，咱們一塊盤。覺得這期看得過癮，別忘了點個讚、訂閱。第一次看球，下一場好戲，看完球記得回來跟老馬接着唠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